哟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欢迎收看我今天的影片。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大叔带着新州友来做第一次的州钓体验哦。那就来让大叔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州钓的成员吧。当天的活动相当顺利，下周前也和每位成员讲解这个地方的作钓环境，还有一些该注意的事项，像如何完成下周划桨的动作解说。讲解完后才开始带每位成员开始今天的作钓。既然一切都准备就绪，那大伙儿就准备出发吧，前往今天的目的地喽。看着每位新州友的样子，不免让大叔想到当初大叔第一次下州的回忆，内心的期待以及跃跃欲试的那种心情，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的棒，也看得出来今天每位州友都感到相当的兴奋和期待。这种一起结伴划舟钓鱼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。由于现在的天气相当炎热，所以都会用无线电来提醒大家，要随时注意补充水分。如果有不舒服的情况，一定要赶紧告知哦。当然喽，防晒也一定要注意，不要将自己晒伤喽。由于现在仍然是干潮状态，所以只能先找地势比较低、废弃的空棚，来让每位州友先练习舟上抛竿，以及独木舟控制和如何使用滑轮系统等等，借由安排和讲解，来让每位新州友能更快的进入状况哦。由于这一次有新的州友，对于路亚的操作还在初学阶段，所以也会现场指导路亚的操作观念，以及路亚种类及正确操作方式，来让新州友了解，进而来练习操作。相信下周个几次后，一定会功力大增的。虽然现在并不是舟钓的最佳时间，但是用独木舟来做环境的探索，并且了解科棚的分布以及挂科的情况，让新州友更能充分的了解到地理环境。这些对于舟钓能不能钓到鱼，可是有决定性的因素哦。看到有适合抛投的科棚，就会让新州友来尝试看看，并且讲解操作技巧和原理，来慢慢增加经验的累积。相信下次再遇到相同的情况，就知道该如何进行作钓了。由于有水流的因素，所以在讲解如何使用挂科绳，搭配上滑轮系统，再依照当下的水流方向来决定最适合挂科柱的位置，这样让作钓也会变得更顺利哦。一起下舟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资源。由于一些新舟友过去不曾使用这么粗的前导线，所以身上必然是不会有准备的。刚好大叔都会带一卷在身上，裁剪适当的长度，
提供给新周游使用，以免等等万一真的中到雨才不会因为线组太细，然后断线收场。也钓了一段时间，是该安排上岸休息一下，带领新周游去沙滩休息，让他们知道正确的位置方向在哪里。这样日后如果再安排行程来这里做钓，就能自己轻松的安排做钓的流程哦。是休息，还是食物补给，或者是想上厕所，上沙滩休息变成了是每次周钓都几乎会安排的行程。大伙儿可以稍微歇息一下，闲话家常，讨论装备，以及刚刚做钓所遇到的问题，在这个时间都是可以拿出来讨论的哦。这个时间也是让每一位周友能够更相互认识的最佳时机。最开心的就是新周友解锁了新任务，就是新周友起了一只43公分的大黑牛，哇，真的是替他感到开心。赶紧的，赶快替他拍照留念做记录。哈哈哈哈。用来周钓真的是非常方便。那这个怎么使用呢？那就接着看大叔的影片如何使用这个工具吧。相信有在玩周钓科棚的朋友，路亚挂到科棚是时常发生的事情。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路亚解钩器的操作使用方式，利用影片来让大家更了解，当你的路亚挂到科棚的时候，该如何去搭救你的路亚。那就看大叔示范咯。当路亚挂到科棚的时候，首先将你的舟慢慢滑向你卡到科棚的那个点，边滑同时慢慢的收线，一直到达定点为止。这时候呢，你只需要将你的路亚解钩棒拿出来，卡榫打开，调整你需要的长度，再把卡榫锁紧。这时候再利用它前端的那个 Y 叉，沿着你的前导线慢慢的一直滑下去，一直到 Y 叉碰到你的路亚卡到科棚的那个位置。这时候呢，将你的前导线稍微放松，然后利用 Y 叉去吐那一个科串，一直到你卡到的那个角度被松开，这时候你的路亚就可以顺利的救起来了。当然了，每一次卡到的角度都不一定，所以所需要花的时间有时候非常快，但是有时候就可能要花稍微长一点的时间，才能顺利把你的路亚救起来。不过呢，这个解救的过程呢，会随着你卡到的次数越多，你的累积解救的经验越丰富，
那你脱困的速度就相对会越快哦。使用这个路亚脱困棒啊，最重要的技巧就是，当你已经准备要把它吐松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把你的前导线拉得很紧，不然这样的话它是很难脱困的。借由影片来让大家知道这个脱困棒的正确使用方式，这样子的话，当下一次发生路亚刮到磕穿的时候，就可以利用这个方式来让你的路亚顺利脱困哦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，希望大家会喜欢大叔今天的影片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